殺人放火金腰帶，修橋補路冇屍骸。個世界唔應該係咁嘅，做人唔應該係咁嘅。如果一个警察为了消灭罪恶开始使用罪犯的方法，那他到底还是不是正义？无间道2真正讲的从来不只是黑帮的崛起，很多人记住的是倪永孝的冷酷与智慧，记住的是韩琛从小人物变成黑道教父的过程。但如果换一个角度看，你会发现这其实是一场属于黄志诚的悲剧。1991年的香港，黑帮横行，杀人放火可以靠金钱逃脱惩罚，坚持原则的人却只能眼睁睁看着罪恶继续存在。于是黄志诚开始相信，如果法律无法制裁恶人，那么就由自己来完成审判。他以为杀掉倪坤可以终结黑暗，他以为利用韩琛可以控制局势，可他没有想到，当一个人选择用黑暗的方式对抗黑暗时，自己也正在成为黑暗的一部分。他消灭了一个旧时代，却亲手培养出了更加可怕的恶魔。黄志诚到底是一个为了正义牺牲原则的英雄，还是一个被信念吞噬的赌徒？今天我们重新走进《无间道2》，看看一个警察是如何一步步走进属于自己的无间炼狱。1991年，警察大厅里弥漫着廉价盒饭的气味，黄志诚和韩琛对面而坐。那时的韩琛还只是倪氏家族手下一个小头目，那时的黄志诚眼底还有未曾熄灭的光。黄志诚看着桌上的案卷，冷笑着对韩琛说出了那句贯穿整个无间宇宙的名言：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世界不应该是这样，做人也不应该是这样。这句话是全篇最震撼的起点，也是黄志诚命运裂变的开始。当时的黄志诚绝不是一个变质的坏警察，恰恰相反，他曾经是一个近乎偏执的理想主义者。他穿上这身警服，是因为他真诚地相信法律能够惩恶扬善，相信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然而，现实却给了他最残酷的一击。他眼睁睁看着社团龙头倪坤手握数不清的人命与毒品交易，却每次都能西装革履地走出警局。庞大的律师团队、精密的法律漏洞、被收买的证人，让严密的法律程序在巨鳄面前变成了一张破烂不堪的纸。而那些守法的公民、无辜的警察，却在黑帮的威逼与残害下横死街头，连个说法都讨不到。当正义在既定的程序里一次次宣告破产，黄志诚内心的信仰支柱坍塌了。他陷入了极度的愤怒与绝望，他无法接受这个失序的世界，更无法忍受邪恶在规则的庇护下肆意妄为。就在这个信仰的废墟之上，一个极度危险的念头悄然滋生：既然法律程序杀不了恶魔，那就由我来扮演上帝。既然常规的手段管不了倪家，那我就用恶魔的方式去杀戮恶魔。这才是黄志诚跨越底线的真正动机。他不是为了贪婪，不是为了名利，甚至不是为了个人的私怨，他是被一种狂热的正义感彻底绑架了。当一个人深信自己代表着绝对的正义时，他就开始允许自己使用最肮脏的手段，因为在他的逻辑里，只要目的足够高尚，过程的手段就可以不择手段。黄志诚避开了所有的同事，绕过了所有的程序，他私下找到了韩琛的妻子 Mary， 他精准地利用了 Mary 对韩琛的爱，教唆并暗中协助 Mary， 派出了当时还是黑帮小弟的刘建明，在大厦里一枪射杀了倪坤。枪响的那一刻，倪坤倒在了血泊里。黄志诚以为自己赢了，他站在暗处看着倪坤的尸体，以为自己亲手推倒了一座罪恶的大山，以为杀掉倪坤，香港黑道就会彻底瓦解，世界就会重新回到应该有的样子。可他根本不知道，当他选择用暗杀去维护正义的时候，他已经亲手拧开了通往无间地狱的阀门。他以为自己干掉的是一个黑帮老大，但他实际上干掉的是旧江湖维持了数十年的平衡与秩序。这是他以恶制恶计划的第一步，也是他走向万劫不复的起点。倪坤的死并没有像黄志诚预想的那样带来黑道的瓦解，反而引发了一场席卷整个香港的黑道大地震。黑鬼、国华、甘地、温整四大家族蠢蠢欲动，准备趁机瓜分倪家的势力。就在整个警队以为黑帮即将陷入内斗崩盘的时候，倪坤那个平日里戴着眼镜看起来文弱儒雅的倪家二子倪永孝走到了台前。1991年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倪永孝展现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掌控力。他坐在车里，只凭几个电话精准捏住了四大家族的软肋与把柄。短短几个小时，他没动手一枪一弹，就将一场即将爆发的叛乱平息于无形。
到了1995年，倪永孝的手段更加冷酷成熟。在父亲4周年忌日的那天，他表面上微笑着与4大家族吃大排档，暗地里却在几个不同的地方同时动手，活埋、枪杀、放火焚烧。一夜之间，4大家族被连根拔起，整个香港黑道被他用最血腥的手法牢牢抓在手中。黄志诚的算计彻底落空了，这就是私刑带来的第一重反噬。弑神之后放出的往往是更可怕的魔鬼。倪坤时代的黑帮讲的是旧江湖的道义、人情与微妙平衡，而到了倪永孝时代，黑帮完成了体制化与精英化的升级。倪永孝不仅继承了父亲的遗产，更把黑帮家族当成了一家现代企业来经营。他讲的是血缘统治，用的是极其精密的逻辑与手段。他不仅要掌控地下世界，甚至开始向政界渗透，试图通过捐款参政来彻底洗白倪氏家族。黄志诚本想用暗杀去消灭黑社会，结果却逼得黑社会完成了智商与体制的全面进化。面对一个穿西装、戴眼镜、合法参政、城府极深的倪永孝，警方变得比过去更加束手无策。比外部局势失控更残忍的是警察内部的撕裂与牺牲。在警队里，代表着绝对守法与程序正义的是黄志诚最好的兄弟陆启昌警官。陆警官察觉到了黄志诚的异样，他多次当面警告黄志诚，警察就是警察，底线不能跨过，一旦踩过界就再也回不去了。陆警官一直在试图拉住悬崖边的黄志诚，可黄志诚早已被自己的狂热蒙蔽了双眼，他听不进去。悲剧最终在1995年轰然降临。倪永孝发现了父亲被杀的蛛丝马迹，展开了疯狂的反击。他把目标对准了黄志诚。在黄志诚家楼下的停车场里，陆警官一直等待着黄志诚。陆警官一边抱怨着，一边替黄志诚坐上了驾驶座。轰的一声巨响，装有炸弹的警车在黄志诚面前瞬间化作火海，火光冲天而起，热浪与钢铁碎片漫天飞舞。黄志诚被巨大的冲击波重重摔在地上，眼睁睁看着自己最好的兄弟在面前被熊熊烈火吞噬，滚烫的火光映照着他面如死灰的脸。黄志诚瘫软地倒在火海前，彻底失去了语言能力，只能发出绝望而撕心裂肺的抽泣与痛哭。那一刻，他终于尝到了私刑的苦果。陆警官不是死于黑帮的残暴，而是死于黄志诚自以为是的越界。是黄志诚亲手开启的这场恶魔对抗，把最坚守原则的兄弟送进了坟墓。如果说陆警官的死是黄志诚个人付出的惨痛代价，那么韩琛与陈永仁的命运则是被黄志诚自以为是的正义强行拖进绞肉机里的牺牲品。1991年的韩琛是全片最重情重义、最相信道义的人。他坐在大排档里吃着火锅，劝4大家族按时交钱给倪家。他为了维护倪氏家族，甘愿冒着生命危险跑去泰国谈生意。他敬重兄弟，效忠家族，深爱着妻子 Mary。可这个最讲道义的好人换来了什么？因为黄志诚教唆 Mary 杀倪坤，引发了倪永孝长达数年的清算。Mary 在启德机场被倪永孝派来的车急速撞击，惨死街头。而远在泰国的韩琛先是遭遇刺杀，险些丧命，随后又被倪永孝诱骗至泰国机场。枪声响起，韩琛中枪倒地，差点沦为异国他乡的冤魂。虽然侥幸捡回一条命，隐居泰国，但当韩琛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得知自己最爱的妻子已经横死，自己誓死效忠的家族要将他斩草除根，而那个天天跟他吃盒饭的警察黄志诚其实一直在利用他时，韩琛内心的信仰世界轰然倒塌了。他终于明白，在这个世界上讲道义只有死路一条，重感情只会沦为别人的筹码。那个重情重义的韩琛已经彻底死了，活下来的是一个比倪永孝更残暴、更猜忌、更不择手段的绝情恶魔。他开始豢养死士，他开始把手下当成随时可以抛弃的棋子。黄志诚以为自己在除暴安良，可他不知道，是他亲手掐死了那个讲道义的韩琛，然后把一个更不择手段的恶魔捧上了黑道大哥的位置。而另一个被黄志诚推进无间地狱的是陈永仁。陈永仁只是一个一心想当好警察的年轻人，但他最大的不幸就是体内流着倪坤的血。他是倪坤的私生子。黄志诚发现了这个秘密，他没有保护这个年轻人，反而精准地捏住了陈永仁内心的赎罪感与焦虑。黄志诚对陈永仁说，你想穿这身警服，那就去倪家当卧底，证明你和他们不一样。黄志诚用仁义的名义绑架了陈永仁，把他强行塞进了黑帮的死局里。陈永仁一辈子都在极力摆脱倪坤儿子的罪孽身份，可是在倪家内部，
倪永孝却给了陈永仁极致的家族温情。倪永孝带他参加家庭聚会，把他当成亲弟弟一样保护。这种血浓于水的亲情与冰冷残酷的卧底任务，在陈永仁的心里疯狂撕扯。他既要承受警方随时弃他于不顾的绝情，又要承受亲手出卖兄长的巨大道德煎熬。他想当一个好人，可黄志成却强迫他做一个靠背叛活着的鬼。黄志成把陈永仁推进了正邪撕裂的深渊，让他一生都在身份认同的痛苦中抽搐。这种折磨比死还要残忍。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权交接之夜，维多利亚港的上空，五彩斑斓的烟花盛大绽放，照亮了整个夜空。街头上欢呼声此起彼伏，一个旧的时代宣告结束，一个新的时代正式开启。而在离繁华不远的大排档里，韩琛一个人坐在桌前，眼里泛着泪光。他抹掉了眼角最后一滴眼泪，挤出一个冰冷而残忍的笑容。在夏威夷，倪氏家族的残余势力被韩琛斩草除根，连妇孺都没有放过。在警局外，倪永孝倒在了血泊中。死前那一刻，倪永孝重重倒在了陈永仁怀里。在他生命流逝的最后几秒，他无意中触碰到了陈永仁衣服缝隙里的卧底监听器。那一刻，倪永孝眼里闪过极度的震惊与悲伤，但他没有揭穿陈永仁，他只是用最后的力气，颤抖着把那个监听器塞回陈永仁的口袋里，替这个弟弟藏好了最后的秘密，然后缓缓闭上了眼睛。倪永孝死了，倪氏家族覆灭了，黄志成似乎终于完成了他长达6年的暗杀与正义。然而，电影在这个时刻贡献了整个无间宇宙中最具讽刺意味的名场面。黄志成并没有站在窗前欣赏烟花，也没有任何战胜邪恶的喜悦。他独自一个人坐在寂静阴暗的警察局办公室里，房间的墙上贴满了香港黑道头目的人物资料与照片。黄志成面无表情地走到墙前，他伸出手慢慢撕下了倪永孝的照片，然后他拿起另一张照片，那张照片上的人是韩琛。镜头在这个细节上久久停留，冰冷的令人窒息。黄志成折腾了整整6年，他出卖了执法者的原则，教唆暗杀，他害死了最坚守底线的兄弟陆警官，他害死了 Mary， 折磨了陈永仁，他踩碎了所有的法律与程序。结果呢？黑社会被消灭了吗？没有。香港变得更好了吗？没有。他拼尽一切消灭了一个讲家族亲情尚存一丝底线的倪永孝，却亲手扶持起了一个彻底无底线、残暴、猜忌、疯狂的韩琛。黄志成撕下倪永孝照片贴上韩琛照片的动作显得异常无奈，这个动作宣告了他个人私刑正义的彻底破产。他以为自己在做扫除邪恶的拯救者，其实他只是充当了黑帮新老交替的推手。他用6年的血与泪帮黑社会淘汰掉了一个旧领袖，培养出了一个更难对付的新恶魔。无间轮回，生生不息。他不仅没能走出地狱，反而把整个香港的黑夜推进了更深的黑暗之中。无间道2绝不仅仅是一部关于黑帮兴衰的史诗，它是一部极其深刻的关于正义异化的预言。电影用最残酷的剧情走向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极其冰冷的道理：当一个执法者开始认为结果大于过程，当他深信自己可以为了高尚的目的而凌驾于规则之上时，他不仅救不了任何人，反而会迅速变成他所反对的邪恶本身。程序正义从来不是迂腐的教条，而是保护人类社会不落入弱肉强食荒野的最后防线。一旦允许个人以正义的名义踩碎法律，打开私刑的潘多拉魔盒，最先被反噬的永远是那些怀揣善意的人，最先被碾碎的永远是无辜的普通人与脆弱的社会秩序。黄志成以为自己是那个拉开弓箭的猎人，殊不知当他松开弦的那一刻，箭矢最终射中的全是他想要保护的人。他为了消灭罪恶，自己先变成了罪恶的源头。他的一生就是一部在自以为是的正义中不断沉沦的悲剧。最后留2个尖锐的问题想和大家在评论区聊聊。第一，你觉得黄志成在办公室撕下倪永孝照片换上韩琛照片的那一刻，他心里到底有没有过一丝后悔？第二，倪永孝死前帮陈永仁藏起监听器，和黄志成逼着陈永仁去出卖亲哥哥，你觉得这2个人到底谁才更像那个坏人？欢迎把你的看法留在评论区。如果你喜欢这种有观点、有深度的经典电影解析别忘了点赞、关注频道。我是瑞元，我们下期见。